随着我们80后、90后逐渐成家立业了 ，MPV 成了各位的刚需，无论是带娃呀，还是拉个自行车还是在里面睡一觉啊，都非常的实用。那么我觉得 MPV 最为合理实用的一种动力形式就是插混，因为它可以享受到电车的舒适顺滑的驾驶质感。在城里咱们还能用纯电，还能省油啊！真要出门跑长途去玩，还没有里程焦虑。今天呢，我就找了2辆卖的比较好的插混 MPV， 一个蓝图梦想家，一个腾势 D9。咱们仔细来盘一盘这些车，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其实这2辆车还是有差异的，这样让您在选车的时候不纠结啊。拔了这个草，看看哪个更适合您。同时呢，我也会让今天在场的所有同事来参与投票，看看他们更喜欢哪个车，喜欢它的哪儿。这2辆车在我们节目里都不陌生了啊，尤其 D9 我已经拍过2次了，所以今天我就不详细解析它们的设计了。总体来讲，腾势 D9 属于埃尔法风格的 MPV， 就是说它整个形制上，包括造型风格上是丰田埃尔法，但是从那上面改进而来，不能称之为仿造，但是一个形制的。梦想家呢是一个比较原创的，属于自己的性质。这个车身比例，这个面孔，在别的车上还没怎么太见过啊。当然，现在还有第3种风格，就是理想 Mega 和小鹏 X9 那种新势力风格吧，高铁风，完全不一样，之前没有过的风格。梦想家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家族面孔，直瀑式的前脸，然后它的车标散开之后一直到机盖上，这还是比较帅的。梦想家这整个车呢比较宽，比较方，设计重心很低。跑在路上辨识度比较高，就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梦想家。当然啊，到咱们这要买的节骨眼上，光看设计是不够的，脱离性价比，一切都是扯淡啊！这2辆车的起步价基本上一样，一个是33.98万，一个是33.99万，就差100块钱。但是给您的东西可不太一样。腾势 D9 在最低配的车厢只提供单电机，同时它提供了一个20多度的磷酸铁锂电池。蓝图梦想家在最低配车上提供了前后双电机，是个4驱的，同时它提供了40多度的3元锂电池。也就是说，咱如果就花33万多买最低配的情况下，腾势 D9 的0到100加速是9秒5，蓝图梦想家的0到100加速是5秒9。当然啊，咱们今天具体聊车，肯定不能聊那33万那最低配版本，是不是？什么都得让大家看着这车里到底能有什么，所以我找了2高配的。这是41.99万的梦想家啊，这是44.98万的腾势 D9， 都是插混里最高配的车型。下面咱们还是一聊 MPV 传统环节，上卷尺。今天咱们2点最为实用的数据。首先 MPV 大家知道，尤其它第2排，老人小孩乘坐的概率很高，所以它踏板到底有多高挺关键的，尤其老人高了之后上去真的非常费劲。梦想家几乎没有台阶儿，就是一步踏，它离地的话是40厘米左右。腾势 D9 这就不用说了，目光可及，带一台阶儿，这肯定要比那高。咱们量一下啊，从地面到这一台阶儿大概有52左右。当然咱这车装修了啊，加了这个铝的壳子和地板，我给它减掉2厘米，就算50吧，等于差不多差了有10厘米。为什么会有这么低呢？一方面它没台阶儿，一步踏设计，另外一方面它的空气悬架是可以上下可调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到一个最低的高度，大家乘降会最方便，同时跑起来也不用担心拖底，因为它还能升起来。腾势 D9 没有提供空气悬架，在咱们这顶配车上提供了云辇 C， 就是它的可调软硬的电磁悬架。这车有运动模式和舒适模式，所以上下车的时候它是不能改高度的。作为 MPV， 除了底板高度以外，我觉得进门这个入口的高度也很重要啊，万一是老人腰什么的不太好使什么的，如果需要哈腰很难受，是吧？咱们测测入口高度什么情况。咱们测最低的地儿啊，1.2米，从最低到最高。咱们看腾势 D9， 咱们也从最低的地儿测啊，这儿就磕脑袋的地儿，到地上是1.14米，刨掉这车装修2厘米，1.16米吧。梦想家要大个4-5厘米。像这种2+2+3的 MPV， 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过道宽度啊，因为我们要去第3排，唯一的通道就是这儿。咱们量量这俩座椅之间有多少啊？梦想家有18厘米，腾势 D9 的过道宽度17，差不多差1厘米。咱们先来看空间，小杨坐第1排留1圈，我坐第2排留2圈。咱们看看第3排怎么样？
第3排我坐着还可以，没有1拳了，2指吧，但是不顶，还能比较舒适的乘坐。现在咱们来梦想家，还是小杨在前面1拳，我在中排2拳，咱们看看第3排怎么样。第3排我坐进来也不够全了，2指2、3指吧，一样，这俩车没什么区别。梦想家倒没有所谓得房率低，差不多。咱们来看看后备箱空间。因为作为 MPV 来讲，经常拖家带口，无论是带孩子的东西还是接客人，后备箱空间都挺重要的。在第3排座椅正常使用的情况下，57厘米的进深，而且里面形状非常的规整。靠背上提供了3个挂钩，最多能有3公斤，这样您挂点汤水什么的，在这儿还比较方便。同时旁边提供了12伏120瓦电源，比如这车虽然没有冰箱，您可以弄一车载冰箱放这儿，直接就可以通电。咱们看腾势 D9 的后备箱，梁最长的地方54厘米，比梦想家略短一点。但是 D9 有个优势，它的后排可以往前调，但是呢，一共就2指空间了，再调就没法坐人了，是吧？所以基本上也就这样。后面没有提供任何挂钩啊，它提供了一个220伏的电源，这样我们可以使一些功率更大点的电器。当然，我相信大家买 MPV 最重视的肯定是这个中排座椅，是吧？图的就是它，要不然用 SUV 了。那么咱看这俩车的中排座椅啊，首先功能都非常全，通风、加热、按摩全有。梦想家的调节全部在座椅这个最舒服的位置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腾势 D9 呢是用屏幕调的，之前很受人诟病，后来腾势 D9 做了一改进，在屏幕这个侧面加了俩小按钮，比原来好使多了，直接就能调座椅前后。当然，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好使，是吧？这多直观啊！还有一个重大区别，腾势 D9 两边都是扶手的，这个梦想家也都是扶手，但是它这个扶手是活的，可以收起来。这个在上下车的时候，尤其您装儿童座椅的时候，就非常方便。而且这高度是无极可调的，你看可以很低、高、再高都可以调。这个我觉得梦想家做的更好一点。然后咱们再看看后排的配置，小桌板都是有的。梦想家提供了一个遥控大彩电，腾势 D9 在顶配车上提供了俩屏幕，同时梦想家提供了杯架、充电口和一个储物箱。腾势 D9 这儿是冰箱啊，现在流行冰箱彩电大沙发了，但是目前梦想家还没有冰箱啊。腾势 D9 在2排座中间做了一个杯架啊，这个可以收折，优点就是你随时可以拿得到，这个如果你坐得很靠后就拿不到了啊。所以腾势 D9 在中间配置上略胜一筹。咱们来看看这车的前排内饰设计。首先，梦想家的设计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时尚、比较科技。它是一个大通屏，3个屏，全车软包，方向盘双拼色啊，还是比较时尚的。24款新增了星星点点的，它比较高级的这种阿卡的顶，同时它的前排座椅按摩也有了，就是通风、加热、按摩都齐全，座椅也比较软。腾势 D9 内饰之前咱们拍过啊，大家都不陌生了。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传统豪华车的那种繁华感，很多的细节，而且做工都很细致，带大桃木真皮，全车都是软化的，车顶也用了类似于阿卡的这种绒的材质当然比梦想家的那个质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也不错。这个车坐起来就是埃尔法那种 MPV 感，就重心都比较高，像这个中控台都特别高啊，你不可能用一个特别低的坐姿去开这车，那就会很别扭。你看这样的话，视野也不够好，然后这都特别高。咱们来开一圈这蓝图梦想家。首先，这个车一坐上面给我的感觉啊，其实不是第一次开了，特别通透，真的这大玻璃，而它窗线很低，整个的前仪表台和前机盖在一条线上，又低又平，哇，太开阔了。你开着它就会觉得特别轻松，特别舒适。同时它有几种开法，现在做高高的，极通透啊，跟大巴似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开法，你可以把它降低，降到最低，降到这么低，就可以得到一个轿车的开法，就是比上面比轿车多了一截。但是你看这个整个的仪表台的窗线的高度，包括中控台的高度都非常低，你可以非常舒展的用一个轿车的开法来开一 MPV， 这我觉得这车最大的价值。像腾势 D9 那种车开起来就是一个面包车的感觉，高高在上的立着开的那种感觉，你找不着这感觉。如果你放这么低的话，一切都不对了，就特别别扭。这辆车呢是全系前后双电机的，0到100加速5.9，所以开起来非常的轻快，而且油门刹车的线性都调得特好，很舒服。那有朋友说这么大 MPV 你要那么快干嘛呢？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快，会让这车开起来更轻松、更灵活啊。当你想超车的时候，随叫随到。如果动力在10秒左右的话，你就老得踩着油，开起来会累，会要去算这个动力。这个车就完全不会，非常轻松自在。虽然 MPV 为的不是推背的那个刺激感，但是加速一样是有用的。同时，它这个空悬也是，它带魔毯模式。小杨去试驾了，他说60以上魔毯起效了之后，你过一个减速坎比60以下还稳，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而且它还能调高度，它最低离车身只有3指。最高有1拳3指，能差了将近10厘米，所以还是非常棒。这种大 MPV 轴距又长，如果底盘低的话，非常容易戳底；底盘高呢又晃，又不容易上下车，所以这车基本上给兼顾了。就如果让我自己平时选一台用的话啊，每天开，我喜欢开这个。这车这视野太舒服，而且它的转向柱可以伸得比较长，这样的话你可以很低坐姿的抱着方向盘开，就跟轿车那感觉是一样的。下面我到2排去坐一会儿，咱们感受一下这车跑起来后边是不是舒服。咱们感受一下这中排座椅啊，腿托非常的舒服，通风、加热、按摩全有。而且咱们这个24款的蓝图梦想家加了不少配置，前排加了座椅按摩，中排加了电动调节，整个这一套电动调节，包括前后的滑轨啊，全加上了。而且这个车的玻璃啊，中间这个大玻璃也升级成了双层夹胶的。我打开，这是双层夹胶静音玻璃，大家听一下这声音的区别啊。关上之后是不是能安静不少啊？这么大的玻璃。然后后排第3排加了一个儿童座椅接口，这个方便于带更多的娃啊。如果这儿作为大人，这边带一个娃，后边还能再带一个。然后它的第3排座椅的靠背也可调了，这也是24款新增的配置。总体来讲，这车中排坐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这个也是 MPV 相比 SUV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中排调节的幅度非常的大，你可以以非常舒服的姿势坐着啊，可以再躺一点。哎呀，真想有这么一车，去哪儿有个人开着多好，在后座发发微博。经过了1天的体验，24款蓝图梦想家，24年最新款的腾势 D9顶配，咱们都带大家盘完了。可以说俩车都很棒啊，销量证明一切。今天的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卷成这样了，不好的车不可能有大销量，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俩车其实差别还挺大。24款的梦想家呢，配置更丰富了，它其实更符合家庭场景，它考虑家庭使用的舒适性啊，同时呢，它的驾驶更为轻松舒适。腾势 D9呢更商务，所以说它会做的比较豪华、比较奢华，然后开起来正襟危坐 ，MPV 面包车那种感觉。所以这2台车，您选哪个看您的需求。您是家里用，为了更轻松舒适的驾驶，还是商务用途，像过去的埃尔法那样的用途啊？今天的中国 MPV 市场足够大，只要产品够好，都能获取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面呢，我想邀请我2位同事选一下这2款车，他们有什么喜欢的点。这俩人呢，一个是塞纳的铁粉啊，持币代购；一个是高山的车主。在他们来之前，我先选一下啊。我如果选一个最喜欢的点，梦想家24款的一步踏的底盘，在这种混动 MPV 上是比较难得的啊。其他的几款，包括腾势 D9，包括高山，都是要爬台阶的。这个车一步就可以进到车内，底盘非常的薄，小孩和老人上下车非常方便。首先，作为塞纳铁粉呢，我觉得这